那个最懂流量的男人突然不炒币了，他拿出了整整10亿美金，成立了一支专门的基金，安领了一个绝大多数人甚至还没听过名字的领域。这个领域不是大模型，不是生成式 AI， 不是现在所有人都在炒的 ChatGPT 或者 Sora， 它叫物理 AI。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为什么纯软件 AI 的红利已经彻底结束，未来10年真正的财富密码到底在哪里？我会拆解物理 AI 的8大核心赛道，告诉你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应该怎么布局。最重要的是，我会帮你避开现在绝大多数人正在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把大模型当成了 AI 的全部。这个错误会让你完美错过下一个比互联网还要大10倍的时代。你觉得孙宇晨这次是真的押中了下一个时代，还是又在为下一个流量局做铺垫？把你的真实想法和判断依据写在评论区，我会逐条看，遇到逻辑清晰的反驳，我会直接在评论区和你辩论。很多人可能还没反应过来，过去这1年多，整个 AI 行业的风向已经悄悄变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聊新的大模型了？去年这个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大模型发布，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模型参数更大，效果更好，超越了 GPT 3.5， 追赶 GPT 4。但现在呢，你已经听不到这种声音了。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不是大模型做不好了，而是大模型做得太好了，好到现在所有的大模型效果都差不多。你打开任何一个应用，里面都加了一个 AI 聊天框，你问他任何问题，他给你的答案都大同小异。最后整个行业只能打价格战，从一开始的收费，到后来的免费，再到现在的倒贴钱请你用。这就是纯软件 AI 面临的第一个死穴，同质化严重。没有任何壁垒，你能做出来的东西，别人花几个月也能做出来，最后只能拼价格、拼补贴，拼谁烧的钱更多。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建立起长期的竞争优势。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第二个死穴，成本和营收彻底倒挂。很多人不知道，大模型每回答你一个问题，都是在烧钱，而且是真金白银的烧。你以为你免费使用很划算，其实公司每多一个用户就多亏一笔钱。很多看起来用户量很大的 AI 公司，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烧钱机器，融来的钱烧完了，故事也就讲完了。你可能会说，那他们可以变现啊？问题就在这里，纯软件 AI 的变现路径窄得可怜。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纯大模型公司实现了真正的盈利，哪怕是 OpenAI 也不行。它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微软的订阅，而不是来自真正的商业落地。但真正让纯软件 AI 走到天花板的是第3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死穴，它永远无法干涉物理世界。你仔细想想，现在所有的纯软件 AI， 不管它有多聪明，它都只能待在屏幕里。它能帮你写文案，能帮你画图，能帮你写代码，但它不能帮你端一杯水，不能帮你叠衣服，不能去工厂的流水线上干活，不能去田里种地，不能去医院照顾病人。它就像一个只有大脑没有身体的人，智商再高，也只能在虚拟世界里活动，永远无法真正改变现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纯软件 AI 的红利已经结束了，它的天花板已经清晰可见了，它能改变的只有那些可以被数字化的行业，而这个世界上99%的价值都存在于物理世界里。所以现在所有真正有远见的人都已经把目光转向了物理 AI。什么是物理 AI？ 说白了就是给 AI 装上一个身体，让它从虚拟的数字世界走到真实的物理世界里来，让它不仅能思考，还能行动，让它能看到这个世界，能摸到这个世界，能和这个世界真正互动。纯软件 AI 是大脑，物理 AI 是完整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这是现在全球所有科技巨头的共识。黄仁勋在最近的一次演讲里说，下一波 AI 浪潮不是大模型，而是具身智能，也就是物理 AI。他说，未来的 AI 不会再待在数据中心里，而是会走进工厂，走进家庭，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马斯克说的更直接，他说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价值未来会超过特斯拉所有汽车业务的总和，会超过 SpaceX 的价值，会成为特斯拉真正的核心业务。木头姐的 ARK 基金已经把物理 AI 列为未来10年最重要的投资方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都预测，物理 AI 的市场规模会是现在数字 AI 的数百倍，它会创造出比互联网、比移动互联网还要大得多的财富机会。你现在再看孙宇晨的10亿美金基金，就不会觉得他只是在蹭热度了。他可能不是最懂技术的人，但他绝对是最懂趋势和流量的人之一。当一个最会炒概念的人开始真金白银砸向一个还没被大众完全理解的领域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风向真的变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8个赛道，每一个都可能诞生下一个万亿级别的公司。建议你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具体机会的时候，你可能一转身就忘了。第一个赛道也是所有人最关注的一个，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物理 AI 的终极载体。为什么一定是人形？不是因为人形好看，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为人类设计的。我们的门是为人的身高设计的，我们的楼梯是为人的脚步设计的，我们的工具是为人的手设计的。只有人形机器人才能无缝融入这个已经存在的世界，不需要为它重新改造任何基础设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机器人能做人类能做的所有体力劳动，能去工厂干活，能去餐厅端盘子，能去家里打扫卫生，能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会彻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还很遥远，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玩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特斯拉的 Optimus 已经能走路，能拿东西，能做简单的工厂工作。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已经能跑能跳能翻跟头，很多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在工厂里进行小范围的测试了。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未来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会增长超过100倍。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在。第二个赛道是工业数字仿真。很多人不知道，工业数字仿真是物理 AI 的基础设施，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物理 AI。为什么？因为训练一个 AI 机器人和训练一个大模型完全不一样。大模型可以在数据中心里用海量的文本数据训练，但机器人不行。你不能让一个机器人在现实世界里摔100万次来学会走路，那样成本太高了，而且太危险了。所以所有的机器人都是先在虚拟世界里训练的。工程师会在电脑里建一个和真实世界一模一样的数字孪生环境，然后让机器人在这个虚拟环境里进行几百万次、几千万次的模拟训练。等他在虚拟世界里学会了走路，学会了拿东西，学会了做各种动作，再把这个模型迁移到真实的机器人身上。这就是工业数字仿真的价值。它是物理 AI 的训练场，没有它，机器人的研发成本会高到无法想象。现在全球所有的机器人公司都在疯狂地投入工业仿真技术，谁能做出最好的仿真平台，谁就能掌握物理 AI 的底层命脉。第三个赛道是 3D 视觉。机器人要想在物理世界里行动，首先要能看见这个世界，而且不是像摄像头那样只是拍一张2维的照片，它要能理解这个世界的3维结构，能知道每个物体的距离、大小、形状、位置，能分辨出哪个是杯子，哪个是桌子，哪个是人。这就是 3D 视觉技术，它是机器人的眼睛。过去的 3D 视觉技术成本非常高，而且效果很差。但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 3D 视觉的成本已经下降了几十倍，效果却提升了几百倍。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能像人类一样准确地识别和定位周围的所有物体，而且 3D 视觉技术不只是用在机器人身上，它还能用在自动驾驶、无人机、FAR、工业检测等很多领域。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底层技术，未来的市场空间非常大。第4个赛道是执行器。如果说 3D 视觉是机器人的眼睛，那执行器就是机器人的手和脚。执行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能让机器人动起来的装置。它包括电机、减速器、传动机构等等。你别看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整个机器人行业最难的技术之一，也是现在最大的卡脖子环节。一个好的执行器需要同时满足很多要求，它要足够有力，能拿起很重的东西；它要足够精确，能拿起一根针，能拧一颗螺丝；它要足够灵活，能做出人类一样的精细动作；它还要足够便宜，能大规模量产。现在全球最好的执行器技术掌握在少数几家日本和欧洲公司手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正因为有差距，才有巨大的机会。未来10年一定会有中国的公司在这个领域突破国外的垄断，成为全球的龙头。第5个赛道是无人机。很多人觉得无人机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业了，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你就错了。现在的无人机还只是第1代无人机，
它们本质上还是一个遥控飞机，需要人来操作，而未来的无人机是 AI 无人机，是完全自主飞行的无人机，它们不需要人来操控，能自己规划路线，自己避开障碍物，自己完成任务。AI 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它们可以用来做物流配送，可以用来做农业植保，可以用来做电力巡检，可以用来做安防巡逻，可以用来做应急救援。未来的天空会布满各种各样的 AI 无人机，它们会成为物理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6个赛道是空间计算。空间计算这个概念，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熟悉。说白了，就是让计算机理解和利用物理空间，让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你可以把空间计算理解成下一代的互联网。过去的互联网是把所有的信息都搬到了线上，而空间计算是把线上的信息重新搬回到物理世界里来，让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和这个地方相关的所有数字信息。空间计算和物理 AI 是相辅相成的，物理 AI 需要空间计算来理解物理世界，空间计算需要物理 AI 来和物理世界互动，他们会一起彻底改变我们和这个世界互动的方式。第7个赛道是精密零部件，这个赛道是我个人最看好的一个赛道，也是我认为确定性最高的一个赛道。为什么？因为不管最后哪家机器人公司跑出来了，不管是特斯拉还是波士顿动力还是中国的某一家公司，他们都需要用到同样的精密零部件。减速器、伺服电机、传感器、芯片，这些东西是所有机器人都离不开的。这就像当年的淘金热，最后真正赚大钱的不是那些去淘金的人，而是那些卖铲子的人。现在的物理 AI 行业就是一场新的淘金热，而这些精密零部件公司就是那些卖铲子的人，不管最后谁淘到了金子，他们都能稳赚不赔。而且精密零部件行业有非常高的技术壁垒和护城河，一旦你掌握了核心技术，别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越。所以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来说，上游的精密零部件龙头是最好的选择。第8个赛道是高能能源系统，这个赛道是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忽略的一个赛道，但它其实是制约物理 AI 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你想想，一个人形机器人要想连续工作8个小时，需要多少电量？现在的锂电池技术根本满足不了这个需求。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充一次电最多只能工作1-2个小时，这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未来一定会出现新的能源技术，可能是更高能量密度的锂电池，可能是氢燃料电池，也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想到的其他技术。谁能解决机器人的能源问题，谁就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能源巨头。讲完了这8个赛道，很多人可能会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投资？我应该买哪家公司的股票？别急，在告诉你具体的布局思路之前，我必须先跟你说清楚，投资不是赌博。物理 AI 是一个未来10年的大趋势，但它不是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你不能指望今天买进去，明天就能翻倍。而且任何一个新兴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巨大的波动，会有泡沫，会有崩盘，会有99%的公司死掉。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最后活下来成为行业的巨头，所以我不会给你推荐任何具体的股票，我只会告诉你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布局思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如果你是保守型的投资者，不想承担太大的风险，那你就重点关注上游的核心零部件龙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减速器、伺服电机、传感器这些公司。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定性最高，护城河也最深，不管下游哪家机器人公司跑出来，他们都会受益。而且这些公司很多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利润，不是纯粹的概念公司。如果你是稳健型的投资者，能承担一定的风险，那你可以关注平台型的龙头公司，也就是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能为整个行业提供基础设施的公司，比如工业仿真平台、3D 视觉平台、AI 机器人操作系统等等。这些公司的技术壁垒非常高，一旦形成了生态，别人就很难替代，他们未来的成长空间会比上游的零部件公司更大。如果你是进取型的投资者，能承受比较大的波动，也愿意承担比较高的风险，那你可以关注一些细分赛道的创新企业，比如人形机器人公司、AI 无人机公司、空间计算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现在可能还没有盈利，甚至还没有产品，但他们一旦成功，就会带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当然，他们失败的概率也非常高，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好仓位，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有3条原则你必须牢牢记住。
这3条原则能帮你在这个充满机会也充满陷阱的行业里活下来，并且赚到钱。第1条，绝对不要加杠杆。物理 AI 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是一个短期的投机机会。行业的发展会有很多的波折，会有很多的回调。如果你加了杠杆，哪怕你看对了长期趋势，也可能在一次短期的回调中被爆仓，最后倒在黎明前。第2条，一定要分散配置，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家公司上，哪怕你在看好这家公司，也不要这么做。新兴行业的不确定性太大了，今天的行业龙头，明天可能就会被淘汰。你可以把资金分散在几个不同的赛道，几个不同的公司上，这样哪怕有一家公司失败了，也不会对你的整体收益造成太大的影响。第3条，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物理 AI 的发展不是1年2年的事情，而是10年20年的事情。你不能指望今天买进去，明天就能赚钱。你要有耐心，要能拿得住。真正的大财富都是来自于长期的持有。那些今天买明天卖的短线交易者，最后几乎没有人能赚到钱。很多人总是在找下一个比特币，下一个特斯拉，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比特币从几美分涨到几万美元，用了10几年的时间。特斯拉从几十美元涨到几千美元，也用了10几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公司是在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所以你现在再看孙宇晨的10亿美金基金，就会明白他不是在炒一个短期的概念，他是在布局一个未来10年的大趋势。他知道纯软件 AI 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下一个时代属于物理 AI。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是看见趋势的人，一种人是被趋势推着走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被趋势推着走的。当一个趋势已经变成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的时候，他们才会反应过来。但那个时候最好的机会已经过去了，而真正能赚到大钱的人，都是那些在趋势还没有被大多数人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布局的人。现在的物理 AI 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还在沉迷于大模型的故事里。但所有的科技巨头，所有有远见的投资者都已经开始行动了。再过5年、10年，当物理 AI 已经走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所有人都在谈论物理 AI 的时候，你会感谢今天的自己，感谢你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如果你想提前布局下一个10年的科技浪潮，不想错过物理 AI 这个历史性的机会，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每个赛道的具体机会以及最新的行业动态，帮你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抢占先机。最后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任何涉及到真金白银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决定。我不会对任何人的投资结果负责。